心里不难过，能迁乎我。润叶要是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心里就不难受。原来我想着是靠着自己，能把咱家这个光景变一下，能让舍爷们把这个烂包日子变一下。谁想到，我就迈出这么一步，就弄成个这，什么都没变。多出的自留地也给没收了，口粮也没得着落。咱哥和润叶这个事上，我福军叔的态度也是这。我想了，我要是真能放下润叶，让他和李向前结婚，对福军叔有好处，这福军叔在工作上的阻碍就少一些，能把这黑面膜变成黄面膜，咱也不求变成白面膜，能让大家把这烂包的日子变一下就行。去啊！这大半夜的，你还让不让家里人放行啊？哎，你说你，明天一早你还要到学校去。你今天你听说少安有挨批，你从学校跑出来，扔下学校的工作，明天你还能再扔下？大半夜的出去找少安，你让人看见，说你的闲话不算。那还得说少安的闲话。田润叶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。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，他完全能不顾这一切。但是真正使他痛苦的是，他的少安哥对他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。后说，少安哥，少安出趟远门，给一队联系粮庄去了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说下个时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润叶，听叔一句话，你不要再骂着俺少安了。啊。那回去了。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，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，痛苦极了。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，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。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，扑回到村子里来，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，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能见上。他的眼泪禁不住在他眼睛里开始旋转。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，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。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，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。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，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，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。看中午都看你的这披着衫子，两手插在兜里，真的这包看了一下，凑那么近看，有那么好看？我也看。哎，孙少平，我听说你给学校老师掏烟囱。啊。算我一个呗，我也想去勤工俭学。你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，我掏烟囱是去干活，
你去干啥？你闲着没事别抢我的活干。孙少平，哎，你咋？老师知道我也会掏烟囱，他让我跟你一起干，你再干一会儿就让我干吧。你干啥呀？我就说你这个吃饱了撑的，你还真吃饱了撑着。我掏烟囱，我是为了挣钱。你多一个人干，就多一个人跟我分钱。老师给我这掏烟囱的工资就少一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走，下去。哎，梯子！哎呀，老师，你等会儿给我扶起来啊！你说你。老师，要不然我们帮你掏烟囱吧？不行，少给我这地主带现金帽子假积极。让你们罚站是为了让你们长记性，能好好的学习，让你们劳动，还成了功臣。那你掏烟囱，我还得给你钱。哎，李老师，那为什么孙少平可以掏呢？孙少平掏烟囱是为了考试之前能吃顿饱饭，好好考试。你们呢，作业都完成不了。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少壮不努力，长大了就得到墙头里边蹲着去。这要是搁以前，批林批孔批师到尊严。现在倒好了，你们老师当上了工宣队副队长和辅导员，你看他多神气啊！他指着这身份管学生，没人敢惹他。老师说过，他最受不了这学生不学习。哎呦，这话你可别瞎说，你得替老师保密。我当然知道，这要是工宣队让咱来掏烟囱，能给咱工资吗？老师，躺好了。那个老师，你让他们几个帮我把梯子扶好，我下去给你把道上的灰给扫了啊。再掏一遍。还掏？那烟囱一次能掏净？尤其像你掏这么快了。我孙少平，你这是在糊弄我。重新掏。啊，好，老师，我们再掏一遍，你等会儿啊。不是，老师，你上来看一下，这干净了。田小霞，你替我看。啊。哎呀，孙少平，你看这是掏干净了吗？哎，这行了，再掏一遍吧。我这明明掏干净了。我现在把孩子送他姥姥家，你们几个都给我顶好，听见没？好，尤其是你。来，宁宁，走，去姥姥家。这都看你了。你说你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，站在屋顶上掏烟囱，你能了？像什么样？你还招手？节目演够了吧？你给老师掏烟囱，你咋不去给老师带娃呢？带娃还不如掏烟囱呢。女儿吧，哎，孙少平，你喜欢唱歌不？我唱歌？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，咱们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，说要在学校呢搞一个文化宣传队儿。你看，我、润生、顾养民都给选进去了。这要是表现好的话，毕业以后直接就能去黄原的文化宣传队工作，多好啊！这样吧，你唱歌给我听听，我看看你能不能进宣传队工作。唱好了，毕业能进宣传队。嗯。你看，你刚才跟他们喊的时候，共鸣可好了。你看润生，嗓子还行，一唱就跟驴叫似的，就那样都能进宣传队呢。润生唱歌确实像驴叫。哎，这个当话筒，你唱给我听听。那我唱啊，你别吓着你啊。不会。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是人民大救星。咋样？
第一个音儿很好，最后一个音儿也很好，就是中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但是你还能给唱回来也行。哎呀，你给我找的这个新工作不能成。咋就不行了？唱成这样，这是成对儿。我挺好。这夹菜谁吃了？老师，是我吃的。那学习好的在上面掏烟囱，就为了赚钱吃个饱饭。你这学习不好能吃这么好？学习不好就不能吃好了。去，跟他们一样，让我站着。马上去。笑。老师，3回掏好了。再掏一遍。还掏？不是我掏3回了。3回咋了？《水浒传》里边3打朱家庄，赚了个扈三娘；《三国演义》3顾茅庐，抢个诸葛亮；《西游记》救唐僧3打白骨精。这让你掏3回烟囱，咋？你还亏？再掏你们家这个洗烟囱的水都能喝了。接着掏。孙少平，这个是你的工资，一共掏了3次。我的工资已经拿了。老师，我明白，我掏3次，并不是因为没掏干净，是你跟田小霞早就商量好了，让我掏3次，既可以多给我钱，又尊重我劳动者的尊严。是我的实际劳动只有1次，这掏第2次的时候我就明白了，还掏第3回，是因为我尊重你们的好意帮助。你的工资也没拿，都给我了，我也知道。我出于礼貌和尊重，这钱我就收下了。老师，我这毕业前你们家肯定还有不少活要干。你看你平时带着娃娃也不容易，你要忙不过来，我可以去帮你带娃娃。老师，请你一定要答应，这也是对我的尊重。好吧，谢谢老师。有了这钱，在考试之前，我每天就可以多吃一个黑馍馍了。田小霞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你光谢我不行，你得陪我去趟县文化馆。今天有话剧表演。我这刚掏完烟囱，灰头土脸的，我就不去了。孙少平，你知道你的音色很好听吗？但是你唱歌不好听。我跑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宣传队呢，不仅可以唱歌，还可以演戏，你可以演话剧。哎，你看，像润生那样的都可以去宣传队，你咋就不可以去了？演话剧？葡萄说。干事了。我想去学校见润叶。你想去学校见润叶？你跟我一块儿去？我还跟你一块儿去。我想让你看一下，我俩到底是咋回事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。你快吃啊！润叶，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话。你这又是酒又是菜，咋还请我吃上饭了？你到我工作的地方来，就是我的客人，我咋能让你饿肚子啊？你来了就好，我还怕你因为猪饲料地的事情生我的气呢。来，多吃点。我原来听少平跟我说过哈，说这个外国男女在一起吃饭啊，都是男人掏钱。咱们中国男女平等，我知道，
你怕有损你男子汉的自尊，我就是不想助长你这个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。哎，来了，你先吃着啊。少安哥，来。说要这么多菜，就是再来一个人也吃不完。吃不完就剩下，实在不行就带回去跟奶奶吃。我已经吃过了，这都是你一个人的，你多吃点。我吃。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，我爸不接受你，因为这件事情，你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难受。可李向前，妈缠得紧，如果要让我跟他生活一辈子，我死也不会答应的。我看着这个向前是个好后生，那又咋样？我不喜欢他呀。那个人肤浅粗糙，一点都没有年轻人的样子。不敢这么说啊，润叶。可能是你不了解人家，那你接触接触，兴许能喜欢上。少安哥，你咋也说这样的话呀？我这心里到底有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就是不想见到他，我也不希望你说这样的话。哎，润叶，我刚才就去宿舍找你，知道你在这儿，我就过来了。孙少安也在呢。叫少安哥。哦，对，少安哥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叫啥都行。那不行，润叶叫你少安哥，我也得跟着一起叫少安哥。你到底什么事情？啊，我去省城看了这件衣裳，你穿着肯定好看，我就给你买回来了。这是上海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毛衣，抢的人特别多，我是插了一次队，又跟人吵了一架，这才给你买回来。我不要，拿回去给你妈穿吧。我妈哪能穿这颜色？是特意给你买的，你拿着。多少钱啊？要啥钱啊？你要不收钱，那我这衣服我也不要。5块钱。是个整数啊。零头我不记得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要不然我不要了。 5块4毛6。少安哥，我给县销售部开车，下次你要啥你就跟我说，我给你捎回来。不用，谢谢哦。拿着。你还有事吗？那就这样，这顿饭就当是我请少安哥的。把钱拿走。 你也看到了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咋能喜欢啊？好了，少安哥，咱们别说他，你多吃点，实在不行，我陪你喝点酒。我吃不下去了。咋了呀？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当着你爸福堂叔的面，把咱俩这个事说清楚。 我爸，福堂叔，你出来吧。润叶，我是到县城办些事情，我从这路过，我说进来喝口水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坐在这儿。少安哥，你到底啥意思啊？你专门把我爸叫来，
就是想让他听见你跟我没啥，是不是？哦，若叶，向前那个娃娃好。爸，你不说话。少安哥，你对我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，你这叫自卑。你觉得你是一个农民，我是知书的女儿，我是人民教师，你配不上我，你怕你被李向前比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。向前条件比我好，对你又好。你和向前在一起，那肯定是比跟我在一起更幸福。你为啥要跟他比？我心里到底要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这不光是咱们2个人之间的事。我原来躲着你不想见你，就是怕耽误你，但是我也后着悔，我真是想什么都不管了，人家爱咋说就咋说，我就是跟你好，跟你过光景，但是我现在放弃了。说什么？福堂说，你不让润叶和好这个事，你做着对着我，你让我知道一个人是什么位置，他就是什么位置。我一个农民，一个家里烂薄的，连最简单的彩礼都拿不出来的农民，我有什么资格让你跟我好？有什么资格让你把女儿嫁给我呀？我不配，我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放心，福大叔，我以后绝对不再去霸占润叶。润叶，你也不敢再霸占我。知道你心里难受。朱饲料的事刚刚过去，润叶的事又让你受煎熬。在这一刻里，在父亲的面前，他才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孩子，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，他也得到了这一切。让他哭一阵儿，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儿，这样也许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。爸爸有本事，那就从13岁开始就给爸撑起这个家。爸对我心里要是把手能勾成了，一定也跟润叶一样，在线上当老师嘞。你说是啊？寻人给我找个婆姨。哎，玉后啊，少安让我跟你捎句话。哦，是不是你到公社把他给告下了？是我。你咋是个这？我对不起少安娃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哎，就放心，
少安娃和我知道是你搞下的，不会和别人说，也不能说。少安跟我说，让我给他找个婆姨，他要烧的就是这句话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好了啊，哎呦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哦，哥，哎，爸，大哥来了。一大早来，有什么事情？哥，大哥快坐。快坐，快坐。我也没啥事情。哥一来呀，我这是有冤仇了。你看你那点出息。少安，你不进来啊？啊，少安也来了。你坐。来了。少安肯定生我的气了。少安，咋还不进屋坐嘞？咋，是想我妖婆呀？你看看，这个批判会上啊控诉你啊，这不是我故意的，那是公社副主任徐志公让我这样说的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不能咱全家都黑了，是不是？总得留个红吧。哎，可不敢记恨你二妈和你二爸哦。对的。我咋很记恨你和二爸呢？这都是一家人。哎，不记恨就好，不记恨就好。玉婷啊，我问你哈，公社在咱村搞会战的时候，你不是总指挥啊？那各村来了好多民工，我想问你，那些个人你认识的多不？大部分都认识。啊，不是，我是问你啊，认识的女娃娃多不多？大哥，出事了！你不插嘴。是这，我盘算着，少安今年都23了，要是人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岁数，都该有自己的娃了，可少安还是一个人。这个岁数要是公家的人，也不算高，可咱就是个农民，到了这个年龄，那岁数都是过了善良了，再不找人家。可把娃一辈子就给耽误了。这是，这是好事嘛，这是好事。我去倒水去啊。少安，真是可惜了。润叶是个好娃娃，你也是个好娃娃，你们两个本来相配着的。只是咱们家里配不上人家娃。我想了想，福堂叔也对着呢。他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，能眼看着自己的女子让我这个泥腿子沾染，我和润叶这个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想清楚了，一切都明摆着嘛。就像金家湾和这田家阁楼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，永远也不能在一起。我对润叶已经死心了。啊，二爸，你就帮我想着啊，帮我找一个愿意嫁给我的女子。公社把你这么一批判，就把你在全公社养臭了。要想在10个届公社前后寻婆姨，还是难呢。咱们村要是没有，就到外面找一个嘛。只要彩礼少，我不挑人。啊，人家女方不嫌我们家穷，能跟我们家一起过光景就行。我现在难受啊，我心里就是担心这个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。因为我终究已经是农民嘛，我是什么都不怕。嘿，咋着这手上有个老锄头握在手里嘛？但是少平和兰香不一样，万一将来有个出门的机会，会不会因为我这个政治影响？要是因为我影响到他们俩，
那我会难受一辈子。就这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，我下地出山。哥，这合适的女娃娃多得很啊，恐怕你出不起彩礼。彩礼的事，先撂好不说，先想想有没有合适的，也不要啥好光景，可以些的就行。彩礼咱那阁下不说呢，只要出得起彩礼，现在少安娃这样的后生，想挑哪个挑哪个。喝水了。哟，说俺走了，是不是还生俺的气来？彩礼，彩礼，彩礼。看，这就是他们演过的戏，《黄冈记》，杨子荣。将军是雄才大略之人，我始终相信，以将军之才干，必将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他们在排练《血沃中华》。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人民大学的高材生，他也演过话剧。据说这剧本是我爸写的，据说啊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问他他也不告诉我。如果这真是你爸写的，那你爸田如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！那当然。哎，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？有一天，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国民党女军官，就跟你一样。哦，去。他身后啊，跟着个挑夫，挑夫的担子里面装满了银。他们来到这位革命先烈的牢房，女军官拿出了一张委任状给这位先烈看。原来你知道这故事啊？说你是不是解说的时候偷看了？他说，这是蒋委员长给你的委任状，以后你就是这一方的军政长官。这些担子里的银元是你的安家费，我是你的生活秘书。这样，权力、金钱、女人，你全部都有。归顺。这位革命先烈说，请让一让，不要挡住我的阳光。等我在阳光下写完我的书，请枪毙我。这位革命先烈写了2本书，一本叫《清贫》，一本叫《可爱的中国》。他叫方志。孙少平，你真的应该去演戏。不是在演戏。人的生活其实就像梦幻的戏剧一般。哎，下午什么长？干什么呢？出去，出去！少平，在这个县文化馆后面啊，有一个大礼堂，到了晚上，所有的灯都亮起来，辉煌极了。咱以后不仅要在县文化馆演出，我们还要登上大礼堂。没错吧？我带你来，不失望吧？不失望。回学校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学校在这边。走。彩礼的事你不管，到时候爸跟村里转着见。感谢的，大哥，好事儿啊！我和死鬼想到了一个人，给咱们上安当婆姨，合适的很。谁嘛？在陕西啊，我有一个远房侄女，她妈死的早，是我表哥贺耀宗的二女子。人不但长得好，劳动和家务活都好。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啊，我碰见他爸，他爸就托我看看在咱们这达有没有个好人家，说了。只要女婿本人好，
一分钱彩礼都不要。啥？不要彩礼？对，不要。刚开始吧，我还没有当回事，现在仔细一想，这个女娃娃呀，天生就是咱少安的媳妇儿啊。就凭咱少安这么好的后生，她肯定能看得上。对，好着呢，好。少安，要是你愿意的话哦，那就请上几天假，到陕西走上一趟，去看看这个女娃娃，耽误不了几天功夫，你说能行吗？能行，能行。对着呢，那是啥？你赶紧给陕西那边啊给回个信啊，少安也准备一下啊。去趟陕西也花不了几个路费啊，行不行的去看一眼。再说了，就是扣个麻雀也要几颗种子嘞。就是。二妈，我向你致敬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少安，你真的能不想着若叶去陕西相亲啊？咋不能想？我为什么不去？我也老大不小了，天天看着村里的小两口亲亲热热，我这个心里也毛乱得很。哼，我这回是真想找个婆姨。其实呀，我知道若叶才是跟你最般配的。这个女娃娃真是好姑娘呀，她每次来跟奶奶啊带这个带那个，还真感谢她，不说话啊。少安，哦，真的能行啊？那就等信吧。什么时候陕西给二妈来信，那我就去一趟。要是能行，我这次就给咱家引个婆姨回来。我知道你放不下润叶。润叶，往后这个名字，家里就不要再提。吃饭了，你在这想什么呢？我想回双水村找少安哥，可连星期天他们都给我安排了上课，我这想回也回不去。你知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在星期天给你加这么多课呀？这都是你二妈和向前的妈妈给安排的。我知道他们就是故意的。不行，我去找趟少平啊，你吃。少平，润叶姐，你找我？对。咋了？拿着吧。谢谢润叶姐。我这周要补课，回不了村了。我想请你回去的时候，帮我给你哥捎句话。啥话？就是让他无论如何，都要来县城里找我一趟。哦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农活忙，但耽误一两天也误不了什么事情。啊。再说他知道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行，你安顿我的事情，你放心。行，那你给我重复一遍。重复一遍。啊，哥，润叶姐说，让你这2个星期去县城找她一趟，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还说耽误1、2天耽误不了什么事情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情。那就交给你啦。放心吧。爸，你们咋都不说话呢？少安让我给他捎下个媳妇儿。是，你咋想起来给少安捎媳妇儿了？少安，你不是和润叶好着嘞？少安。妈，少安说了，以后在这家里，
谁都不能再提润叶的名字。村里的人都说，这少安是变了一个人，一天到晚都不说一句话。那是因为他心里难受了。这除了润叶，少安心里也装不下别人。为这，他还跟着我去了你二爸二妈那儿。这事还真有了眉目。这女子啊，是你二妈远房表哥贺耀宗的二闺女。人家不要彩礼。but